男女授受不親，下一句係咩呢？我諗大部分人親咗都唔知道下一句係乜。應該出走嘅時候就出走。哦，呢句我就識啦。男女授受不親，知人口面不知心啊。男女授受不親，必要時候還是要親。男女授受不親呢句說話，平時係好少聽到，但係如果睇古裝劇就好慣有啦。咁呢句說話其實係出自專講禮嘅儒家經典著作《孟子》裏面就有一句啦：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意思即係話男性同女性之間唔可以有過於親密嘅接觸。咁如果俾禮物嘅時候想趁機摸下手仔都唔得嘅。咁如果身體上面有直接嘅接觸嘅話，更加係唔得啦。呢一個喺古時候係大忌嚟嘅。包括男同女唔可以撈亂坐埋同一張凳，就算係犯咗錯、犯咗事嘅時候，官家都唔可以將佢哋鎖埋一齊，唔可以用同一條毛巾，唔可以用同一把梳啊，或者係洗口面嘅嘢。呢一個就係古時候嘅禮制啦。咁當然係除咗兩公婆之外啦吓。咁對於古時候呢啲禮制，你又點睇啦吓？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喺古時候有一個好經典嘅故仔。話說元代有一個寡婦，咁佢心口生咗粒大孖瘡。呢粒孖瘡係毒瘡嚟嘅，再唔醫就會死人噶啦。咁佢身邊嘅人就同佢講啦：你嗱嗱聲揾個大夫醫好佢啦，再咁落去係唔得噶。須知道古時候嘅大夫都係男人嚟噶嘛。呢一個寡婦就覺得好尷尬，寧願去死，佢都唔寧願打開嘅心口俾人哋去睇。呢一個就係古時候男女授受不親嘅限制啦。其實無論係古代好，現代都好，好多人都曲解咗呢一句說話，好多人只不過係半桶水，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呢句說話其實有下半句嘅，而且下半句先至係重點。當孟子提出男女授受不親嘅時候，咁有一位叫做淳于髡嘅人企出嚟反對啦。順便講下佢呢個名呢個字，普通話讀髡，粵語讀坤。咁原本係指古時候幫男子剃光頭嘅一種刑罰，咁亦都可以指和尚嘅意思。咁用嚟作人名係好少嘅吓。淳于髡係咩人呢？佢同孟子嘅年紀差唔多，佢同樣亦都係思想家，仲要係辯論家。咩叫做辯論家呢？即係最叻同人哋拗頸嘅人。淳于髡有一日就揾孟子去理論啦，咁就問孟子啦：男女授受不親係咪禮制啊？咁孟子就話啦：係啊，冇錯，係我提出噶嘛。淳于髡就繼續問啦：咁孰溺則受之以手乎？淳于髡嘅意思即係話，如果見到自己阿嫂跌咗落河，夠好定係唔夠好呢？孟子聽到呢度好大反應，話啦：你見到自己阿嫂跌落河，你都唔救，呢一種行為同禽獸有乜分別啊？問題嚟啦，其實淳于髡想問嘅就係：孟子你又話男女授受不親，咁喺呢個危急關頭，你覺得禮重唔重要呢？咁孟子聽到呢度又覺得有道理喎，佢就話啦，睇下佢點兜咯。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孰溺受之以手者，權也。意思即係話男同女之間唔可以有過分親密嘅行為，呢一個係禮制。但係如果見到自己阿嫂都唔去救嘅話，呢一個係禽獸嘅行為，應該要伸出援手拉佢一把，救下佢。呢一個就叫做權也，即係權宜之計，識得變通嘅方法。所以睇翻孟子雖然崇尚禮制，但係亦都唔係咁死古板嘅，重視禮制之餘，亦都主張事從權宜。簡單啲嚟講，男女授受不親，但係視乎情況而定，必要緊急嘅關頭就要執生啦。真係估佢唔到啊！人盡皆知嘅一句男女授受不親，下半句先至係真題，俾人誤解咗幾千年。不過講到呢度，有人話啦：哇，嗰啲誤導人噶。但係有冇諗過誤導人嘅唔係孟子，係對呢句說話一知半解嘅人啊？睇翻喺生活上都有唔少因為呢一句男女授受不親而釀成大錯嘅真實案例嘅。曾經發生喺迪拜就有一個真實案例啦，有一個父親同自己20歲嘅女去沙灘玩嘅時候，咁佢個女就浸親，咁救生員肯定係想去救噶啦，但係呢位父親就極力阻止，原因就係佢覺得自己嘅女俾呢啲陌生嘅男子接觸咗之後，就係等於沾污咗佢個女，咁最終肯定導致悲劇發生嘅，個女就浸死咗，呢位父親亦都俾拉咗。所以喺緊急嘅關頭，呢個禮真係咁重要咩？人命關天嘅時候，真係要講男女授受不親。不過亦都唔排除呢位父親可能有某啲宗教信仰吓，但係無論點都好，人命關天啊嘛。
仲有一個真實案例發生喺昆明機場救人嘅時候，受到男女授受不親嘅限制，引發爭議。咁大家嚟評下你啦，究竟係救人緊要啲啊，定係呢個禮緊要啲呢？喺機場有一位好靚嘅空姐，忽然之間暈咗，面青口唇白。喺呢個時候就俾一位大叔見到，咁大叔就奮不顧身，想去幫佢做心肺復甦。咁大家都知啦，心肺復甦係要撳住個心口嚟做噶嘛。咁但係呢個阿叔都好顧慮嘅，佢擔心封建嘅思想俾人責怪佢抽水。當場啲人就話啦，緊急關頭啊，救人緊要啊，仲喺度諗住男女授受不親咩？最終呢位阿叔咧就用空姐隻手撳住嚟做心肺復甦，咁最終空姐都醒翻啦吓。咁呢單新聞一出之後，對阿叔有讚有彈。讚佢嘅就係覺得佢救人好紳士、好理智；彈嘅就係覺得喺緊急關頭呢個阿叔唔應該受到封建禮制嘅束縛。亦都有人話啦，咁依家社會係好複雜嘅，救人都要顧慮下後果先得。所以你話係禮重要啲定係救人緊要啲啦吓？但係從呢兩個案例，我哋應該要重新審視男女授受不親呢嘅說話。咁當然啦，唔係叫大家係唔係都親，視乎情況而定啊嘛。咁好啦，咁你生活上有冇遇過曲解呢句說話嘅真實案例呢？你又點樣睇男女授受不親呢句說話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